全村人打着缅怀林大夫的旗号涌进医馆，他们以留个念想为由顺走纱布、酒精。我平静地看着一切，将所有人请了出去，并关上了医馆的门。在清点遗物时，看着满匣子村民未还的成年欠调，以及父亲留下的绝笔信，我转头掏空了城里打拼5年的全部积蓄，买下了村西头那片寸草不生的戈壁碎石滩。全村人都说我撑不过3个月，就要啃沙子度日。老林啊，老林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咱们海丰村没了你，以后谁给我们看病啊？你这一走，可把我们坑苦了。可不是吗？上次我家小宝发烧，半夜3更敲老林的门，他二话不说就起来了。这酒精我带回去，看见他就想起老林的好。就是，老林生前最心善了，说过这些纱布棉毡随便用，放着也是浪费。我拿回去给家里备着，也算不辜负他的心意。这床看着还挺新的，待会儿就贴个按摩正好。轻点，别弄坏了。半夏丫头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节哀顺变啊！你爹走得突然，我们这些老街坊心里都难受的不行，这不都过来看看，能不能帮上什么忙？王大妈，卫生室的所有药品和器械都是医疗物资，归我父亲个人所有。我刚从镇卫生院回来，他们明天会派专人来盘点资产，如果账面和实物对不上，少的东西按市场价3倍赔偿，情节严重的还要报派出所处理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大妈是看这桌子乱，帮你收拾收拾。你看这纱布都落灰了，我帮你叠叠。这台理疗床是2018年镇卫生院统一普发的扶贫资产，床腿上有钢印编号，私自变卖转移国有资产是要坐牢的。你们如果想帮忙，麻烦把螺丝拧回去，推回原位。那个半夏呀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你节哀，有事吱声。对，大伙儿都散了吧，让半夏丫头清静清静。半夏，有什么难处尽管找你三爷。咱们海丰村的人最讲情分了。谢谢三爷，情分我记下了。爸，这就是你用一辈子去守护的情分。看来他们已经翻过这里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从来没见过。好一个最重情分的海丰村。半夏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走了。匣子里的那些欠条，你一张都不要去讨，就当是我还给海丰村这辈子己的乡情。我知道你心里会怨我没给你留下什么，反而留下一堆烂摊子。但有一件事你必须听我的，用你手里所有的积蓄，明天一早就去村委，把村西头那片500亩的戈壁碎石滩买下来，一定要签70年的长包合同，1分钱都不能少给。记住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。买下它，那下面藏着我们林家最后的出路。村西头的戈壁滩，那里全是石头，连草都长不出来，白送都没人要。爸为什么要我花光所有积蓄去买它？不管那下面藏着什么，明天一早去村委。半夏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林大夫的后事都料理完了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跟叔说，村里能帮的一定帮。后事都办妥了，今天来不是求帮忙，是跟村里谈一笔生意。生意？咱们这穷山沟能有什么生意跟你谈？我要承包村西头那500亩戈壁碎石滩，70年产权，一次性付清全款。你说啥？村西头那片乱石梁？半夏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那地方除了石头就是碱土，连羊都不愿意去，荒了快100年了，你包它干啥？我自有我的用处。刘叔，你就按村里废弃荒地的最低标准给我报价就行。丫头，
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28万不是大风夸来的，是你爹一辈子攒的血汗钱，再加你在城里熬了5年的工资，扔在那片石头地里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刘叔，我很清醒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按政策，极度贫瘠荒滩每亩每年8块钱，500亩70年，总共28万，没错吧？你这丫头怎么跟你爹一个倔脾气？行，价格没问题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那地不管你种啥，赔了赚了，村里都不管。我知道，但合同里必须加3条。第一，临办下承包期内，这片地的所有开发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完全归我个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。第二，无论地里产出什么，村委和村民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分红、摊派或者追加租金。第三，边界必须用 GPS 精准测绘，精确到米。测绘图作为合同附件，双方签字盖章。行，都依你。这些都符合国家规定。只要你不搞违法乱纪的事儿，村里绝不多嘴。5年没日没夜的加班，省吃俭用攒下的首付没了。办下字一签，可就不能反悔了。刘叔放心，白纸黑字，盈亏自负，绝不反悔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林家那丫头真的把西头那片乱石养包下来了，花了28万全款。啥？28万？他疯了吧？那破地白给我都嫌打理麻烦。就是啊，28万在镇上都能买套3居室了，拿去买石头，脑子进水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这丫头在城里待久了，心高气傲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老林大夫一辈子精明，怎么就养出这么个败家子儿？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不出3个月，他就得哭着喊着把地退给村里，到时候那28万可就全打了水漂喽。来了，哟，这不是咱们海丰村的大地主林大小姐吗？这是要去你的聚宝盆里视察呀。三爷消息真灵通。那可不，全村谁不知道你干了件大事儿啊？半夏，听三爷一句劝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跟刘村长说说，把钱要回来，别到时候亏得底朝天，连饭都吃不上。三爷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合同已经签了，公章也盖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自负自非，所以以后我地里不管长出什么，挖出什么，都跟各位没关系。到时候还请各位记住今天说的话，别来沾边。呸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在那石头地里种出金子来。爸，我来了。这就是父亲说的林家最后的出路。丫头，别动它，那东西的根须比蚕丝还脆，碰断一根，10年的药性就没了。谁？警觉性不错，比你那个心善到傻的爹强多了。你认识我父亲？村里人都叫我楚老头，一个没人要的老不死。你爹活着的时候没少跟我念叨你，说你在城里出息了，是个做大事的料。我家半夏呀，脑子活，做事稳，比我强多了。这点药算什么？你的身子要紧。
楚老深夜来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，总不会是专门来夸我的吧？我来看看老林守了一辈子的宝贝，有没有被你这个毛丫头给毁了？普通的沙漠人参大棚里种的，50块钱一斤，皮黄心白，吃多了上火。你挖出来的这个叫赤皮红心参，只有这片戈壁能长出来。丫头果然聪明。这片碎石滩下面藏着一条千年冷泉，白天石头被太阳晒到60多度，夜里冷泉又把地温降到0下，极热极寒反复淬炼，再加上这石头里独有的锡矿和碱性矿物质，逼得它把所有养分都锁在心子里，才长出这层紫皮，熬出这颗红心。这东西的药用价值是普通货的15倍不止。古代是给皇帝吊命的贡品，现在在黑市上，一根品相好的能卖到6位数。既然这么值钱，我父亲为什么不挖？他如果有钱，就不会拖着病不去看，最后累死在手术台上。因为你爹是个医生，他看的不是一根药，是一片地。这片戈壁的生态比窗户纸还薄。老林10年前就发现了这株种源，但他太了解海丰村的人了。如果消息走漏，不出3天，全村人都会扛着锄头涌过来。他们会把这里翻个底朝天，挖断泉眼，掘碎岩层。为了眼前的那点钱，他们会毁掉这片能养出无数赤心参的宝地。他们会节节而渔。没错，所以老林宁可自己苦着，也绝不碰这里的一根草。他拼了命也要让你买下这片地，就是为了等一个能守住秘密，又能把它发扬光大的人。所以我来了，我买下了这片地70年的产权，现在这里是我的私人领地，谁敢动一草土，我就告到他倾家荡产。丫头，有你爹的人心，比你爹的骨头硬，但光有地和狠劲儿还不够。这东西金贵得很，一出土见风见光，只要处理错一步，3天之内药效全失，就变成一根烂木头。没有我楚家的古法9蒸9晒，你这满地的黄金就是一堆没用的石头。楚老，我们合作。怎么个合作法？我负责所有前期投入，建围栏、拉水电、装最先进的滴灌系统。我会雇专业的安保团队，24小时巡逻，绝不让闲杂人等靠近。销售渠道我来打通。我在药企干了5年，认识全国最顶级的药材商。那我呢？您是技术总负责人，所有的种植、养护、炮制全听您的。您带徒弟传手艺，我给您开最高的工资。利润怎么分？扣除所有成本，净利润3-7分，我7，您3。老头子握着核心技术，你才给我30%。您有技术，但您没有钱，没有地，没有能力对抗村里的地痞流氓，也卖不出最高的价钱。30%利润，足够您在镇上买套房子，安享晚年。而且，我会在合同里写明，只要您在世，技术总监的位置永远是您的。这是最公平的交易。好一个公平的交易！老林大夫果然没看错人。成交！明天早上8点，第一批滴灌设备会运到镇上，我已经联系好了施工队，3天之内完成第1块试验田的铺设。你还没挖到药，就把设备都定好了？从我签下土地合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。楚老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在这石头地里种出黄金。林老板，您这货可真稀罕，咱们镇里种大棚的，最多买个国产水泵，您这全是进口的精密玩意儿，光这一个小零头
就顶别人半亩地的化肥钱了。东西没错，麻烦安排2辆带防滑套的轻型货车，上午10点前必须全部运到海丰村西头戈壁滩。海丰村西头，那路可难走了，全是碎石子，坑坑洼洼的，颠坏了东西我们可赔不起啊。加3倍运费，每台设备都贴了易碎标签，让工人轻拿轻放。只要安全送到，额外再给每人200块辛苦费。您放心，我亲自押车，保证一根管子都不碰坏。父亲守了10年的秘密，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。楚老 ，A 区和 B 区的主管道都铺完了。地头锯按您说的50厘米设置，流量调到了每小时2升，刚好只适时根系周围的土壤。你们城里人的玩意儿确实精细，但光有水还不行，还差最关键的一步。您说，我记下来。压实。压实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应该给它松土，让它更好的扎根吗？白天这石头能晒到70度，烤得它喘不过气；夜里又能冷到零下，冻得它缩成一团。他想活下去，就得拼命往下扎根，顶开这些硬石头。根扎得越深，石头压得越狠，他的心就越红，药效就越足。你要是给它松了土，施了肥，让它舒舒服服的长，不出3个月，它就能长到胳膊粗。但那时候，它的皮是黄的，心是白的，跟菜市场的萝卜没两样，一文不值。只有在这石头缝里熬出来的，才是能吊命的赤心参。我明白了，这是植物的逆境结迫效应，极端环境会刺激它大量合成次生代谢产物，也就是我们需要的药用成分。哼，什么效应不效应的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，叫烈火炼真金，顽石逼灵药。您说的对，现代科技给它保命，古法智慧给它铸魂。哎呦喂，还真干上了！你看那李丫头晒得跟个黑泥鳅似的，还有那个楚老头，俩人跟傻子一样在那搬石头。铺那些黑管子有啥用？给石头浇水？我活了60多岁，还是头一回见这么荒唐的事儿。28万啊，就这么打水漂了。老林大夫要是泉下有知，非得气活过来不可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城里人的高科技农业。哼哼。人家看不起咱们种庄稼的，非要在石头地里种出金子来。我看啊，等他把钱造完了，就得哭着喊着回城里打工去。这群嚼舌根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断他们的腿！楚老，别去，跟他们吵，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半夏丫头，听三爷一句劝，别在这破石头地里瞎折腾了。你要是真想种地，三爷村东头那3亩水浇地，一年只要500块，租给你，总比在这晒太阳强。多谢三爷好意，不过我觉得我的石头地比您的水浇地值钱多了。你这还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我是为了你好，你爹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给你攒下点钱，你就这么糟蹋。你对得起你爹吗？我父亲留给我的是这片土地的70年产权，不是让你们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的资格。各位闲着没事，可以回家睡午觉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片地现在是我的私人财产，地上的每一根管子，每一块石头，都是我花钱买的。这根进口滴灌管1米380块，如果谁不小心踩坏了一根，我会立刻报警。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入额超过5000元，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三爷是村里的长辈，应该懂法吧？总不至于一把年纪了，还想去派出所里体验生活。
你个黄毛丫头，竟敢拿法律来压我！我只是在提醒各位，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。如果没别的事，请各位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干活。好得很！我倒要看看，你这石头地里能种出什么神仙东西。等你赔得底朝天的时候，别来求我。痛快，真痛快！老头子，我活了一辈子，还是第一次见赵老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，是最愚蠢的事。只有让他们知道越界的代价，他们才会守规矩。让他们笑吧，最多3个月，我会让整个海丰村都知道，什么叫做点石成金。三爷，没错，看样子是真的要种东西。给我听清了！成了，真成了！夏天40多度的毒日头没晒死它，这头一场双旧冻也没冻垮它，药气全憋在根里了。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好，密度够，药性足。这就是老辈人说的铁甲红心啊！只有在这种石头缝里，被寒气和硬土逼上3年，才能长出这身铁甲。你爹当年做梦都想挖出这么一株。别感慨了，还有499株等着我们，3天之内必须全部挖完，1株都不能剩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就是可惜了。唉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不能让村里人搭把手。人心比戈壁滩的风还难测，这批货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翻身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坏了，丫头，你快来看！我就知道会这样，这东西太娇贵了，离了那块石头地，见风见光就跑药性。再这么放着，不出3天，这些几百万的宝贝就全变成一堆烂柴火。古法9蒸9晒，最快需要多久？最快也得半个月，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。第一蒸得用松木文火蒸透，然后必须在正午的毒日头下暴晒6个时辰，夜里还要收回来吸露水，9次循环，1次都不能少。不行，现在是初冬，日照时间短，紫外线强度不够，而且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雪，半个月我们等不起。那能怎么办？这是老祖宗传了几百年的法子。以前我采到好药，10次有8次都毁在天气上，难不成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心血白费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时候弄来的？食品级全自动投控蒸烤恒温箱，带真空蒸汽循环、紫外线模拟脱水和精准控温控湿功能。我半个月前就订好了，昨天刚运到。天气会骗人，但数据不会。楚老，把你脑子里那些温火、毒日头、露水全部翻译成精确的温度、湿度和时间。不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老祖宗的手艺哪能靠这些铁疙瘩？火候差1丝，药性就差千里。这可是几百万的货，蒸坏了我们哭都没地方哭。手工操作的容错率是多少？您自己说，10次能成几次？
这台机器的控温精度是比大0.1摄氏度，湿度误差不超过1%，它不会累，不会走神，不会因为手抖而烧过火。第一征，你要什么感觉？第一征要大火猛攻，蒸汽要足，要把药气逼出来，但绝对不能把表皮烫破。温度比开水再烫一点，时间2个时辰。105摄氏度，微压饱和蒸汽4小时。第一晒呢？晒到表皮发皱，摸上去像老树皮，但里面的肉质还是软的。风要干，日头要毒，不能有一点潮气。相对湿度15%，紫外线强度调至夏季正午水平，热风循环45摄氏度。老祖宗的手艺是魂，现代科技是骨。魂不散，骨越硬，走得才越远。成了，真的成了。4天，只用了4天。铁皮，这是最顶级的铁皮沙漠人参，我活了一辈子，只在我师傅那里见过一次。药效1分都没散，全部锁死了。丫头，你这铁疙瘩把老祖宗的手艺给救活了。是我们一起救活的，没有您的经验，再好的机器也没用。现在把它们全部打包，每根单独包装，抽真空，贴好标签。丫头，这批货成色这么好，你打算卖给谁？镇上的孙大强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出高价来收。他平时收普通货都几10块1斤，这种极品，他还不得抢破头？孙大强，他还不够格。省城的质检报告明天就会出来。我们的买家是那些真正懂行、真正出得起价的人。至于孙大强，他最好别来惹我，否则他会知道，现代商业的碾压比戈壁滩上的暴风雪要冷得多。孙老板，您再抬抬价吧。这30斤人参是我和我老伴在沙地里刨了3个月才挖出来的，15块1斤，真的连买化肥和水的本钱都不够啊！上个月您还说30块收的。哼，老叔，行情变了吗？你看看你这货，皮黄心白，跟糠萝卜似的，一切片全是渣。15块我都嫌占地方。你要是嫌低，出门左转，随便问。这青石镇要是有第2家敢收你的货，我孙子倒过来写。强哥，强哥，出大事了！天大的事儿！慌什么慌？天塌了不成？就是海丰村林怀仁那个闺女林半夏，在村西头那片烂石头地里种出宝贝了。昨天后半夜，那药香飘的半拉镇子都能闻见。药香？种石头能有什么药香？我今天早上特意绕过去看了，我的妈呀！那沙漠人参全是紫黑色的，跟铁块似的。我干这行10年了，从来没见过那种成色，更没闻过那么冲的药气，而且量绝对不小，我估摸着少说有几百斤。紫黑色，几百斤。哼哼，林怀仁这老东西，活着的时候装清高，死了倒给闺女留了这么大一块肥肉。
瘦猴，叫上老三他们4个开我的车，咱们去海丰村看看咱们的林大侄女。怎么样？报告出来了，数据好不好？多糖含量15.6%，松果菊酸和毛类花梨桑总含量8.9%。这数字是啥意思？好还是不好？国家药典规定，这2种核心有效成分的总含量不得低于0.3%。30倍。有了这份报告，这批货就不是农产品了，它是战略级原料，是所有顶尖药企抢破头都想要的东西。是孙大强，他果然来了。意料之中，他要是不来才奇怪。哎呀，林大侄女，你回村这么久，强叔早就该来看你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一直抽不开身。孙老板，我父亲生前是医生，只认病人，不认亲戚。这生大侄女，我受不起。有话直说。行，林老板是爽快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听说你在这石头地里种出了一批沙漠人参，这青石镇方圆100里的药材都是走我的渠道，你那点货我也不坑你，统货价30块1斤，我全包了。哎呀，强叔够意思吧？30块1斤，孙老板，你是没睡醒，还是觉得我和那些被你坑惯了的老农一样傻？林半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收购资质和运输路子，你这些东西1斤都别想运出海丰村。你真以为那些大城市的药厂会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收你的货？第一，我的货有国家级质检报告，不需要你那废纸一样的资质。第二，我的货是按克买的，你这种做低端垃圾货的2道贩子，连看一眼样品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，带着你的人离开我的私人土地，否则我报警了。你个小娘们别太嚣张，强哥给你脸了。林半夏，你在城里待久了，怕是忘了乡下的规矩了。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这条路啊，年久失修，坑坑洼洼的。村委会昨天刚开会，说要组织人维修一下，到时候挖几个坑，填点土，大货车肯定是过不去的。要是陷进去了，10天半个月都出不来。哼，你那些娇贵的药材，怕是等不起吧？孙大强，你就这点本事，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威胁人？我可没威胁你，我是好心提醒。到时候大卡车进不来，你只能用我的农用3轮车往外拉。不过那时候，30块1斤，可就变成20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46条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3条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擅自封闭、阻断公共道路，以维修为名实施恶意阻工、强迫交易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你尽管去挖坑，只要我的运输工具被耽误1秒钟，我保证你的收购站会被工商、税务、药检联合彻查。你这些年压榨农户赚的每一分黑心钱都会被追缴，而且我会以涉嫌强迫交易罪和涉黑恶势力举报你。你可以试试，是的关系硬，还是国家的法律硬？你少吓唬我！我可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。哼，
既然守法，就滚。好，林半夏，你有种！我不拦你的路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收你的货？我们走。丫头，孙大强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他明着不敢来，暗地里肯定会使坏。那条路他肯定会动手的，咱们批货怎么运出去啊？我从来没打算走那条路。不走那条路，那走哪儿？这海丰村就只有这一条路能通到镇上啊！走天上。直升机。楚老，把所有密码箱都搬到外面的空地上。明天上午10点，华鼎集团的直升机会在这里降落。大强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这沟一挖，别说大马车，就是个驴车都得陷进去。哼，林半夏那丫头，就算挖出金疙瘩，也只能烂在石头摊里。三爷，这就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他在城里混得再风光，到了咱们海丰村，也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我倒要看看他能硬撑到什么时候。强哥，不对劲啊！我在碎石滩外面蹲了一早上，别说货车了，连个3轮车都没见着。板房里安安静静的，那丫头跟没事人似的。装呗，他心里指不定多慌呢。走，咱们去他门口转转，给他添点堵。等他熬不住了，自然会来求我。告诉司机，就在这守着，谁也不许填沟。丫头，你怎么还坐得住啊？我刚才绕到土坡上看了，孙大强真把路挖断了，那够深的能埋人。咱们这几百斤宝贝，难不成真要长翅膀飞出去？楚老，坐，急也没用，喝杯茶，再等10分钟。10分钟，10分钟，孙大锤就能把沟再挖深半米。林大侄女，好雅兴啊！这是知道货卖不出去，提前过上退休生活了。林半夏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明告诉你，村口的路我已经封了，现在除了我，没人能把你的货运出去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20块1斤，我全包了。你要是再敢说个不字，明天就变成15块。孙大强，你的世界就只有脚下这几米烂泥路吗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华鼎07号，这里是赤羽基地。降落场安全，风速2.8米每秒，准许降落。林总好，我是华鼎医药采购部总监秦泽。陈总特意吩咐我，一定要亲自来接这批货。秦总监辛苦了，货已经全部备好，在恒温箱里。林总太客气了，您那份质检报告在我们集团内部都炸开锅了。首席研发官说，如果数据属实，这将是我们心脑血管产品线近10年来最大的突破。秦总，您好，您好。我是青石镇药材收购站的孙大强，我也有沙漠人参，比他的还好，价格还便宜，只要500块1斤，不，300就行。无关人员禁止进入警别区。林总，
我们先验货吧。好香，这才是真正的野生老参的味道。哼，大棚里种的那些跟这个比起来就是白开水。秦总，数据出来了，多糖含量15.8%，松果玉醇和毛硫化碘3总含量9.1%，比报告上的还要高，完全符合特级甲等标准。林总，您创造了一个奇迹，这批货我们全要了。把合同拿出来。林总，我们的报告价是每公斤3600元，您这里一共420公斤，总价是151万2千元，我们给您凑个整，152万。这只是第一批的货款，我们还准备和您签署一份为期5年的独家供货协议。未来5年，您这片基地产出的所有特级沙漠人参，华鼎全部报销，价格每年上浮5%。合同没问题。打款。款已到账，楚老，帮秦总监的人搬货。秦总，我真的能供货，价格还能再谈。这位先生，我想你搞错了，我们和林总签署的是独家标性合同。从现在起，这片基地产出的每一株药材，在法律上都属于华鼎集团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您或您的同伙未来以任何方式干扰林总的生产经营，包括但不限于阻断交通、恶意破坏、散布谣言，华鼎集团法务部将对您提起诉讼。我们有300名全职律师，会陪您打到底。不敢，我就是路过。152万，他真的在石头地里挖出金山了。三爷，您真没看错，那直升机拉走的几箱子破树根，真卖了152万。我家5亩玉米地种10年也赚不了这么多呀！我亲眼看着人家财务在平板上点了几下，那丫头手机就响了。华鼎集团的大老板能骗咱们？哎呦喂，这死丫头命怎么这么好？那片石头地当年白给都没人要，凭啥他林半夏捡了这么大一个漏？再说了，那地是村集体的，他凭啥一个人独吞这么多钱？就是，凭啥他一个外人赚这么多？老林大夫，我都让我少活着的时候可没少帮咱们。他女儿发了财，就该想着乡亲们。硬抢肯定不行，犯法。孙大强就是例子。但咱们不偷不抢，咱们跟他讲道理。他林半夏再能，也是林怀仁的闺女。他爹在村里当了一辈子老好人，欠了咱们多少人情。明天一早，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都带上马扎，跟我去碎石滩。谁也不许闹事儿，谁也不许骂人。咱们就坐在他门口，跟他聊聊他爹当年的恩情。我倒要看看，面对全村的长辈，他那张冷脸还能不能绷得住。他要是敢不掏钱，咱们就坐死在那儿，让他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。
软刀子杀人，这才是人情社会里最恶毒的招数。我去拿水管，把这帮不要脸的东西冲跑！绝对不行，他们都是60、70岁的老人，你只要碰他们一下，哪怕是水花溅到衣服上，他们立刻就能倒地不起，说心脏病犯了。到时候有理也变成了故意伤害，咱们赔都赔不起。我去会会他们。半夏丫头忙着呢，大伙儿寻思着你刚做成大买卖，一个人在这荒滩上怪冷清的，就过来陪你说说话。三爷，有话直说。大清早让这么多长辈在风口吹着，万一冻出个好歹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丫头啊，三爷是看着你穿开裆裤长大的，你爹老林大夫那可是咱们海丰村的活菩萨呀。当年谁家有个头疼脑热，不是你爹半夜背着药箱就跑？谁家没钱抓药，你爹不是摆摆手说算了？你爹常说乡亲们就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。就是啊，半夏，你3岁那年发高烧，是你爹抱着你跑了10里地去镇上医院，我还给你熬了3天粥呢。这碎石滩当年要不是村里人念着你爹的好，能那么便宜租给你？没错，没错，老林大夫对我们有恩，水没思源啊，丫头。现在你出息了，赚了100多万，可咱们村里还有好多人家连过冬的煤都买不起，孩子上学都交不起学费。你爹要是在天有灵，肯定不忍心看着乡亲们受穷。我们也不多要，每家分3万块钱的感恩分红，再把你那炮制人参的手艺交给村里，这样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，你爹在地下也能安心了。你说这要求不过分吧？半夏，你就表个态吧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这些老骨头今天就不走了，我们就坐在这儿陪着你爹好好评评这个理。楚老，麻烦您去加工房把我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铁盒子拿来，再搬一张桌子过来。三爷，您刚才说我父亲对全村人有恩，对吧？那当然，全村人都记着他的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算一算这笔恩情账。2008年11月17日，赵福海长子赵小虎急性闪尾炎，送县医院急救，因无钱缴费，由林怀仁垫付手术费、医药费共计人民币8000元整，承诺3年内还清。借款人赵福海。王桂花，2016年8月3日，你孙子误食农药，洗胃加住院7天，林怀仁颠覆医药费2000元整，承诺秋收后还清。这都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，你爹当时都说不用还了。我父亲说不用还，是他的善良，但我没说。李四，2014年3月盖房子缺钱，借了1500。张建国，2017年冬天老伴生病，借了2800。2019年儿子娶媳妇，借了4000。我父亲当了一辈子菩萨，你们吸了他一辈子的血。他省吃俭用，把所有钱都借给了你们，最后自己得了肺癌，连3万块的化疗费都拿不出来，只能躺在那个破医馆里，疼得整夜的叫。你们现在跟我谈恩情，跟我谈分红，好啊，父债女还，天经地义。赵三爷，本金8000，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最低基准率计算，15年复利，本息合计16400元。现金还是转账？我没有钱，当年你爹他说不着急的。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们不是想分我的150万吗？可以，谁先把欠我家的钱连本带利还清了，谁再来跟我谈分红。今天太阳落山之前，我看不到钱打进我的账户。明天一早，我的律师会带着这些欠条挨个去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到时候法院会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，冻结的是你们儿女的银行卡，查封的是你们家里的房子和地，你们自己掂量着办。哎呀，我家锅里还炖着粥呢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对，如家羊还在山上呢。我该放学了，我得去接他。三爷，您还不走，是打算现在就结账吗？
老林大夫一辈子心善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这些欠条帮你解了围。丫头，你做得对，对付这帮贪得无厌的东西就不能心软。我父亲的善良没有错，错的是他的善良没有长出牙齿。从今天起，海丰村的规矩由我来定，任何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都必须拿出等价的东西来换。完了，1年的收获全没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真是一物降一物，万幸啊！我们是躲过一劫，但村里整片农田绝收，这个冬天他们难熬了。半夏丫头，这么晚了，打扰你休息了。三爷，有话直说。村里的地全被蝗虫毁了，颗粒无收，大家伙手里1分余钱都没有，眼下买米度日都难，更别说过冬的煤、孩子的学费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半夏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贪心闹事，对不住你。如今是真过不下去了，求你拉一把。我们不白拿你的钱，这是我家宅己地政，压在你这儿。你要是方便，借我们一笔钱买粮过冬，明年开春，我们拼尽全力也一定还清。把证收回去。我说过，林家不再做慈善，也不会随便借钱。也是我们痴心妄想。走吧，大伙儿，别在这儿碍眼了。我不借钱，也不会养闲人。但我这里有活干，有工钱拿。劳务合同，这是招工。开春我要扩建300亩2期种植基地，戈壁风沙凶猛，需要沿基地边界垒一道2米高、5公里长的原石防风墙，机械无法进场，全部依靠人工采石搬运。计制结算，每契合格1立方米石墙，工钱200元。当日结清，绝不拖欠。先看清条款，这是等价劳动，不是救济。第一，严格考勤，迟到早退按规矩扣薪，干多少活拿多少钱，没有大锅饭。第二，石墙出造有标准，验收不合格必须推倒重锄，不计酬劳。第三，偷奸耍滑弄虚作假者，立刻辞退，永久不再录用。我干，只要能挣钱养家，再重的活我也扛得住。我年纪大了，搬不动大石头，家里老伴儿也离不开人，能不能给我找点轻活？现场遍地蝗虫，我大量收购死虫，蝗虫可发酵制成有机肥，新鲜死虫2块钱1斤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我
捡，我带着孙子一起捡，谢谢你，半夏。丫头，你这是救了全村人的命，我们都记在心里。明早6点，带好身份证件、劳动工具，到此排队签合同。材料不全，不予录用。你账上有足额资金，直接每家补贴几千块，人人都会念你的好。何苦让他们风吹日晒搬石头捡虫子？外人知道了，还会说你心狠。无常的接济只会养出懒汉与贪念。今天白拿了钱，明天就会想着再来索取。我父亲一辈子善心帮扶，最后换来的是什么？我不想重蹈覆辙，靠汗水换来的收入，他们才会懂得珍惜、敬畏规则。我不是来当救世主的，我要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一套人人遵守的契约秩序。按户籍排队，交身份证核对，签安全整诺书。不会写字的，按手印。半夏呀，你看三爷这把老骨头，还能干点啥？男劳力基建1队开采搬运原石，女劳力和老人后勤队抓蝗虫清碎石。三爷，您在基建队按立方米算钱。签完字，那边领劳保手套。谢谢半夏，谢谢半夏老板。不准鞠躬，这里是工地，不是祠堂。只要你的蝗虫够称，我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。去干活。哎，大妈，这就去，这就去。三爷，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，太沉了。沉也得搬。你想看着你家小宝冬天没棉袄穿？闭上嘴，留点力气。停下！哎，你这丫头怎么给推了？这可是我们搬了一上午才对好的。合同第3条，质量不达标，推倒重来。你用碎石填缝，承重力连3级风都扛不住。海丰村冬天的风力是8级，这种墙一阵大风就垮。压坏了我的药材，你拿什么赔？拿你孙子的命吗？那也不用全推了呀，这半米怎么着也能算10几块钱。在我的工地上，没有凑合这2个字。这0.5立方米验收不合格，工钱清零。想拿钱，就把底座的每一块石头都严丝合缝的咬死。再有下一次偷工减料，你立刻滚出工地。思儿，别废话了，人家出钱买咱们的力气，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。重启。王桂花，鲜蝗虫42斤，单价2元，合计84元。签字。半夏，这钱真好挣啊！大妈，下午再多抓点，抓满3大袋。只要合格，多少我都收。下一位。8点。
赵福海、李建国一组，今日验收合格方量2.5立方米，单价200，合计500元，每人250。半夏老板，明天早上6点，我们准时到。注意安全，带好护具。下一组。丫头，今天发出去多少钱？劳付费加收购费，一共18700块。我原来以为你让他们干活是为了报复他们以前欺负你。现在我才看明白，你是在救他们的命。报复是最廉价的情绪，我要的是这片基地的绝对安全，而且我也是在救他们的骨气。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的，是自己用汗水换来的。他们今天赚到的每一块钱，都会让他们明白，想要活下去，不能靠乞讨，不能靠道德绑架，只能靠契约和劳动。老林大夫心软，养出了一群伸手要饭的白眼狼。你心狠，反而把他们逼成了能靠双手吃饭的人。这也许就是因果吧。强健好之后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半夏老板，强气完了，咱们海丰村的人没给你丢脸。哦，太好了！你看这牙市，这批种源的成活率绝对能到95%以上。多亏了这堵墙啊！不仅挡住了冬天的白毛风，还把低温保住了。要是搁以前，这种苗早就被风沙打光了。意料之中，只要硬件设施达标，数据就不会骗人。华鼎集团的2期预付款下售到账，这300亩只是开始。我要把这里打成全国唯一的野生赤皮沙漠人参核心产区。丫头，基地一下子扩大10倍。光靠咱们俩肯定顾不过来，除草、巡检、采收、抛掷，哪一样都缺人。你是打算去镇上招人，还是？镇上招人，物流和管理成本太高。海丰村有现成的熟练工，用村里人，冬天他们是快饿死了才肯卖力气。现在手里有了余钱，万一以前那些偷奸老滑、沾亲带故的毛病又犯了，在药店里乱搞，这可是几千万的大盘子，容不得一点闪失啊！楚老，规矩一旦建立，就会形成肌肉记忆。他们这个冬天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，不是怎么砌墙，而是怎么遵守契约。三爷，您的大棚的贷款还清了？全清了，1分钱都不欠。我还给我家小宝报了镇上的电脑班，让他学学新知识。你呢？我也清了，昨天刚把去年欠化肥站的钱结了，无债一身轻啊！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这么踏实过。唉，灾年总算是熬过去了，可半夏老板那边的墙也砌完了，咱们以后去哪儿找这么好的活儿啊？钱给的痛快，还不拖欠。王桂花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人家半夏老板冬天给咱们一口饭吃，那是情分。怎么，你还指望人家养你一辈子？啊，三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半夏老板那里规矩虽然严，但干着心里踏实啊，不像以前给别人干活，干到年底还拿不到钱。是啊，以前咱们都觉得老林大夫心善，是咱们村的活菩萨，可菩萨只能救一时的急。
救不了咱们的穷根。半夏丫头心硬，规矩像铁一样冷，但她用这铁一样的规矩，硬生生把咱们这群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人，逼成了能靠双手挺直腰板站着的人。老林大夫救了咱们的命，半夏是救了咱们海丰村的骨气。全体村民请注意！全体村民请注意！林半夏老板要在咱们村成立海丰赤玉沙漠人生专业合作社。下午2点，在村西头基地大门外进行首批合同工公开招募，名额有限，想报名的带上身份证，准时集合。招工了！半夏老板又招工了，还是长期工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回家拿身份证！谁要是敢在招工的时候插队耍小聪明，不用半夏老板开口，我赵老三第一个把他赶出海丰村。各位乡亲，下午好。我长话短说，300亩2期基地正式启动。今天我在此成立海丰赤玉专业合作社，但我要先说明白，这跟你们以前理解的村办企业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合作社不搞大锅饭，不按户口分红，在这里只有一种身份：契约合同工。第一，本次招募分为种植养护队和初级跑制队，所有人必须经过面试和健康体检，传染病患者一律不录用。第二，实行纯计件加绩效考核制，干得越多，合格率越高，拿的钱就越多，上不封顶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任何人只要企图利用亲戚关系走后门，或者在工作期间偷妻，哪怕1克药材碎下，不仅立刻开除，我方还会直接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，并要求10倍以上的民事赔偿。在我的合作社里，不看辈分，不看人情，只看能力和规矩。能接受这些条款的，现在排队上前审核资质。真的，我真的能进。签合同，但如果再犯，永不录用。我保证，我要是再偷懒耍狼，我自己滚出海丰村。3组注意，起根时铲子往下走3寸，绝对不能伤了主须。谁弄断一根特级品，这个月绩效考核扣200分。三爷，您就放100个心，咱们现在手上的功夫比绣花还细。昨天那批特级品，华鼎的质检员可是连挑3根刺都没挑出来，直接给了满分。可不是嘛！半夏老板说了，今年合作社笑翻，咱们这些老员工的年终奖金能顶以前种5年地的钱。我孙子今年考上县一中了，学费、生活费早就攒够了。乡亲们，3年前咱们海丰村还是个看天吃饭、穷得叮当响的穷村子。一场蝗灾，差点让全村人都活不下去。今天咱们不仅有了全省唯一的特种药材合作社，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，孩子能上学，老人能养老。咱们还迎来了这座由林半夏老板全资捐建的现代化卫生院。半夏老板不仅盖了楼，还高薪从城里请来了2位全科主医医人和3名专业护士常驻。以后咱们村里人头疼脑热打针买药，再也不用大老远往县城跑了。这都是老林大夫和半夏丫头给咱们海丰村留下的福报啊！这家卫生院用我父亲的名字命名，他一生行医救人无数，在他眼里，
病人没有高低贵贱，只要有需要，他都会伸出援手。但是今天卫生院开业，我要给大家立一条新规矩：明码标价，概不赊欠，有困难者可劳务抵扣。我父亲是个心软的菩萨，他宁可自己饿着肚子，也要给看不起病的人免单。结果呢，他走的时候，抽屉里只有一沓永远要不回来的欠条。而这个村子也没有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变得富裕，反而滋生了理所当然的索取和懒惰。所以林怀仁卫生院绝不做施舍的慈善。这里的每一粒药、每一次诊断、每一针输液都有明确的标价，概不赊欠。这是契约的底线，也是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。如果谁家里真的遇到了天灾人祸，一时拿不出看病的钱，没关系，合作社永远有岗位，基地永远有杂草要除，有药材要收。你可以用你的劳动来抵扣你的医药费，用汗水换来的健康，你们拿着踏实靠双手挣来的尊严，才配得上海丰村这3个字。我不做救世主，我只要你们做挺直腰板的人，听明白了吗？老林大夫，你看到了吗？你闺女用最狠的规矩替你守住了最真的人心啊！丫头，3年了，我到现在都觉得像是在做梦。你当初用28万买下这片荒石滩，所有人都骂你傻，可你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几千万的大产业，还把整个海丰村的骨头给接上了。这不是梦，这是法则的力量。沙漠里的植物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活下去的，它们把根扎得更深，把皮长得更硬，才能在风沙中存活。人也一样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明年我要把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，还要建一个现代化的药材加工厂，把产业链延伸到下游，让海丰村的人不仅能靠力气吃饭，还能靠技术吃饭。我要让更多人知道，在这片曾经贫瘠的戈壁滩上，只要有规矩，有汗水，就没有种不出的希望。